第一次拍古装戏嘛，然后其实对很多东西都不太熟悉，每一次看到马我头都疼，那些东西它不是我，也有过对刘宇宁的自我怀疑，我很抱歉这件事儿。浩都呢是一个比较冷酷的一个侍卫吧，然后他整体的一个状态就是执行任务型的那种的。我觉得这个角色首先他是一个身世非常悲惨嘛，因为他是从小是被他那个义父杜如晦收养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从小他内心一定会有很多自卑或者是一些需要别人肯定的那种欲望吧，还挺像我的星座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隐忍的那一个人。开始的时候给人一个反派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就是我想做的，就是要开始的时候让所有人觉得浩都可能是个坏人。这个浩都绝非善类，以后离他远点，不要靠近他。但是呢，可能后面随着事情的发展，他做事的方式还有他的这个想法有很大的一个转变，这就是我对这个角色的一个处理吧，前后的一个反差，这样的角色才能，我觉得才更吸引人吧。他这个人物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成长，是有变化的，可能也没有过多自己的一些设计，但我知道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然后面对每一个人物，比如说我面对义父的时候，这个浩都这个人应该是一什么状态？因为义父是收养他、抚养他长大的。而且义父说一，他绝对不会说二的那种人，孩儿并不负义父所托，所以他是其实更多找的是这种人物关系的一种状态。比如说对待乐烟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对待魏淑玉什么状态，对待李长歌什么状态，就是其实更多是在这个当中去找一些自己的尺度和，就是通过人物关系的一些状态吧。因为拍戏其实还蛮紧张的，就更多其实就在这个边拍摄的过程当中边去找感觉，然后呢再去从别人的身上去学一些。我在开拍之前呢，我需要去看一些剧，然后看看可能这个剧里和我这个浩都有相似的地方的角色，这个演员是怎么诠释的，这个朝代的这些人该怎么去饰演那个状态，我会做这些准备。第一次拍古装戏嘛，然后其实对很多东西都不太熟悉，提前呢我就进组练骑马，因为对骑马我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基础的，然后可能进组练骑马，然后去那个我们武指呢去练那个，因为我是一个武林高手，但是我都身体素质又不太好，然后去练了大概提前练了1周多的那个吊威亚呀那些适应性的训练。很吃力的戏份就是骑马，每一次看到马我头都疼。非常不巧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剧让我最难忘的一场戏，就是我开机第一天的第一场戏，我第一镜就是第一场戏第一镜，我一上马刚要上马的时候被马踢了，就是我这个是非常难忘的，所以我现在看到马我就特别害怕，然后去了现场我都要先给人套近乎啊，比如我会问助理，我说咱们车上有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然后给马先喂喂它啊，就是这种的，先跟他套关系，起码他不能对我太放肆。感情戏比较难把握呢，还是说就是动作戏、骑马戏比较难把握？感情戏吧。你一本正经的样子，还蛮好笑的。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它不是我，就是很肉麻。我觉得首先浩都做的很多事是我现实当中我做不出来的，就是比如说那个看到女孩那种紧张啊，比如乐言跟他说个什么，他就是那种啊不知所措那个样子，有什么可不知所措的，就这种感觉，就是行就是行，不行就不行呗。所以他其实在这个感情戏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过对刘宇宁的自我怀疑，我能干出这种事儿吗？就是这种感觉啊，其实那个挺难把握的。你要演的特别的那种，好像是那种小男生的，那就恶心了，那就不好看了。但你又有在那种装酷的情况下，然后又有那种羞涩的感觉，这个就很难把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说也挺挑战的，因为每次演的时候，是你们的身高差都挺萌的。我很抱歉这件事儿，怎么办呢？那我就是吃得好就长这么高。我是公主，你须得听我的。好，其实乐烟让这个一个非常冷面的一个人，然后变得可能会偶尔会有一些开心的那些东西，就可能生活就以前的生活我只是工作，可能就是这种感觉，我只是工作，但我工作之余又有一些小情调，有一些可能情窦初开的感觉，那可能乐烟带给我的是这个东西，让我这个人的状态更活泼了，然后愿意跟他们打成一片，或者真的愿意到后面喜欢上他的时候，真的愿意为他去做一些事儿，做一些我以前不会做的事儿。就比如说喜欢上一个人这件事儿，以前不会的，因为这个浩都是有点自卑的嘛，他知道自己就不可能跟公主是有这个发展的，他觉得他不可能，因为根本看不上我就其实很自卑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那个感情又到了，他就觉得他就没法均衡了，就是一个很矛盾的。我特别喜欢他，但我知道我配不上他，就是一个纠结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乐言带给我的一个感觉。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你跟乐言也会有一些大的一些场戏拍
啊，有的，对，拍了，氛围和我想的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场戏，我觉得是观众看完之后，他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不是你想的那种啊，古代一结婚敲锣打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是那种东西，但是他又给你一种喜悦，但是又给你一种很压抑的感觉，所以那场戏，导演朱导特别棒啊，他在所有的这个氛围啊，还有镜头的运用上，用了好多方式诠释那个还是我觉得拍出来是特别好的一场戏。他跟长歌到底是个怎样的关系？其实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只是执行命令去追杀长歌而已。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长歌为这些百姓啊，为朔州也好，为幽州也好，这些百姓做的一些事儿，他是真的为了大唐去可以牺牲自己生命的一个人。因为浩都本身他就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一个人，他第一是他的义父，第二那就是大唐，他一定是守卫自己的保家卫国的那种状态。当他看到长歌做的很多事儿，也是在守护大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想法是有转变的。于是为国争光，此刻却沦为俘虏。李长歌，连我都替你感到有点可惜。就是从那场戏之后，其实浩都这个人物对李长歌的态度就有了转变，更甚于去顶撞义父，说去质疑义父的指令，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思维，义父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但是通过那件事之后，他对义父的话有了质疑，有了怀疑吧，也对自我也有怀疑，觉得我是不是做的错了？李长歌，这或许是你最好的归宿。然后呢，再加上可能乐烟跟我说了好多话，乐烟他说了一些就是通过他的一些表达嘛，说李长歌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你浩都你看不到吗？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吗？那再其次可能就是从魏书玉那边，他也会给我旁敲侧击说一些李长歌做的一些事迹，所以我在这3方面，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看的一些东西，所以就会有一些转变。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希望演一个霸道总裁，因为现在小姑娘不就喜欢这种东西吗？天天感觉全世界都欠她的，就是看到这个也不爽，看到那个也不忿，就觉得比如说你为我做了什么，我觉得应该的，无所谓，你爱做不做，就是可能就是眼里看不到别人吧，可能别人就是要这样看的那种感觉。然后有一天突然遇到一个傻白甜，然后看到他之后莫名其妙就被他吸引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